韩国死亡率最高的监狱，这天却来了一个白嫩嫩的小鲜肉。可他非但不害怕，甚至一心想要自寻死路。只见他把米饭泡进汤里，然后直接来到监狱黑老大光明顶面前。나 죽여봐. 왜? 이 정도로 안 돼? 光明顶被彻底激怒了，拿起筷子就要动手。可男人看他磨磨唧唧的不耐烦，对着光明顶呼哧就是一拳。这下所有人都懵了，光明顶直接被打晕。男人也没想到自己这一拳的威力竟如此之大。不久后，狱警赶到将男人带走。这时他注意到一个带着红色名牌的人，因为红色名牌是死刑犯的标志，而这个死刑犯是个变态的连环杀人犯，传闻他有精神问题，就连狱警都不敢轻易招惹。男人果断找到他，疯狂地用言语问候他全家，企图激怒他动手杀了自己。 9명 죽였다며. 10명 채워봐. 어차피 사형당해서 뒤질 새끼가 뭐가 무서워, 안 그래? 死刑犯忍无可忍，突然从裤兜里掏出小刀，可见他迟迟不动手，男人反而先急了，拿起小刀就往自己脖子上捅。死刑犯被这一幕搞得有些懵，到底你是变态还是我是变态？他连忙把刀抽走，没想到男人变本加厉，伸手就给他一耳光。 10명 채워서 네 엄마한테 자랑해야지 초라해 개! 쌍! 회주나! 새끼야! 死刑犯愣神几秒后，忽然把小刀一丢，坐在地上就开始嘤嘤嘤。男人看着他被自己弄哭，忽然有些自责，连忙蹲下来安慰他。就这样，第二次寻死失败。 很快他就成了监狱里的传奇人物，饭堂打饭时的分量都多了不少，没有人敢跟他对视。吃饭时狱友说昨晚有人越狱，结果被监狱长下令击毙了。男人又一次找到了寻死的办法，囚犯在深夜冲破监狱大门，竟然直接站在广场中央，挥舞着手中的拖把棍，要求狱警开枪打死自己。狱警子弹上膛，紧接着男人就被团团包围，眼看就要扣动扳机，监狱长忽然看到了男人的脸。 他瞬间想起自己老大的话，连忙下令不要开枪。于是第3次寻死失败，男人又被抓回了监狱里。这一切究竟怎么回事呢？事情还要从1个星期前说起。男人名叫昌浩，是个不入流的小律师，因为总是打不赢官司，穷的借了很多高利贷。眼看自己如花似玉的老婆就要跑了，却突然收到市长的电话，还说要给他一个大案子。就在刚刚，3个韩国知名人物出了交通事故，警方在后备箱还发现了一具尸体。由于不知道凶手是谁，就把这3人都关进了监狱里。 市长要求昌浩接下这个案子，还说能让他一举成名。 재판 전략을 이미 자기들이 다 짜놨습니다. 재판부에 어느 정도 손도 써놓은 상. 그러니까 변호사가 아니라 얼굴 마담이 필요한 거네요. 昌浩害怕惹上麻烦，本来不想接，但奈何市长给的太多了。市长还说自己希望找到凶手，让昌浩暗中寻找行车记录仪。此时的昌浩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半只脚踏入了鬼门关。他来到监狱跟3人碰面。 虽然身处监狱，但他们却根本不像在坐牢，就连监狱长都要站在一旁服务。3人看了看昌浩的信息，随后就抛出一份诉讼策略。안 읽어봐요? 궁금한 거 많을 텐데. 아휴, 궁금할 게 뭐가 있겠습니까? 짜주신 각본대로 연기만 열심히 하면 되는 겁니다. 3个大佬闻言后十分满意，随后就挥挥手下了逐客令。昌浩却在离开时把窃听器留在了垃圾桶里，然后戴上耳机，得知行车记录仪在其中1人的老婆手里，而且除了3人外，还有一个共犯。 昌浩立马把消息汇报给市长，随后一个黑衣人就找到了女人，求救声从房间内传出，几人破门而入，发现女人昏倒在了地上，黑衣人已经跳窗逃走，幸好女人没有把行车记录仪带在身上，他拿出交给昌浩，打开后发现原来是3人联手杀害了一名医学教授，3人的背后还有一个名叫孔志勋的大老板，是市里有名的富二代。昌浩手里握有重要证据，就想趁机敲诈对方。 그 블랙박스 영상 저한테 사가세요. 30억. 孔志勋闻言后不以为意，还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让他尽管去举报。 꺼져라, 당신. 昌浩根本没预料到这种结果，就在回家路上，他突然感觉一阵头晕，紧接着便发生车祸。等到从病床上醒来，视频早就被神秘人拿走了，就连汽车也被碾压成了废铁。紧接着几个警察突然闯进病房，说昌浩的尿检呈阳性，不由分说就把他抓走。警方还在他的办公室发现了近100亿的现金，以及成吨的金条，还有数百公斤的毒品。 这里是韩国九川监狱，蒙冤入狱的昌浩被强迫上吊。
昌浩奄奄一息就要断气。与此同时，市长和几个韩国知名财阀正在聚会。电视上报道，警方抓住了韩国诈骗王大老鼠。谁都没想到，赫赫有名的大老鼠竟是濒临死亡的昌浩。孔志勋连忙打电话给监狱长，让他千万不要杀了昌浩。原来监狱里的3个大佬就是他的手下。之前昌浩受市长指示当了双面间谍，没想到被孔志勋发现，他在饮料里下了大剂量毒品，借警方之手把他送进监狱，想趁机弄死市长的手下。但没想到，警方却在办公室里搜出了巨额现金和大量金条。警方认定他就是诈骗王大老鼠。大老鼠诈骗了许多韩国顶级财阀的钱，总共足有几万亿韩元。就连孔志勋都被他骗走了1000亿，没人知道他把钱藏在了哪里。所以孔志勋现在非常着急。살려. 예. 박창호 그 새끼가 빈 마우스고 우리 돈 찾아야 되니까 그 새끼 살리라고 새끼야. 监狱长闻言大惊失色，连忙带人来到地下室。此时的昌浩已经死了好几分钟了。监狱长下令，无论如何都要把他救活。好在昌浩死的时间不长，最终成功被救回了一口气。检察长亲自审问他，诈骗的来的钱都藏在了哪里？可昌浩坚称自己是被冤枉的，他以为这样能救自己一命，殊不知大老鼠的身份才是免死金牌。随后孔志勋专程赶到监狱，3个小弟都觉得昌浩不是大老鼠，因为他的手上有证据，不将其灭口的话，他们3人会时刻处于危险之中。奈何孔志勋坚信不疑。 그러니까 내가 알아보고 정리를 한다고. 昌浩的到来在监狱里引起轩然大波，狱友们都把大老鼠奉为神明，不靠谱的传言越来越多。但是光明顶不信，他觉得自己在监狱里的威信受到了挑战，于是带着小弟来到昌浩面前，拿起餐盘就扔在地上。 그 새끼들이 보냈냐? 昌浩想要起身反抗，结果被小弟直接按倒。光明顶举起沙包大的拳头，咣咣就是几拳。监狱长暗中观察，随后把昌浩叫来地下室，准备了满桌的饕餮盛宴，打算亲自验证一下他的身份。 너 진짜 빅마우스야? 아니에요. 监狱长闻言脸色瞬间就冷了下来。昌浩仍旧极力否认，不料迎面就挨了一耳光。一顿毒打之后，昌浩被关进了小黑屋，他委屈极了。 不明白自己怎么无缘无故成了大老鼠。几天后，昌浩见了律师，让他起草一份离婚协议，因为现在的自己肯定会牵连到老婆小美，他打算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可接连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，直到这天，一个囚犯受光明顶和3个大佬的指示，想要暗中除掉昌浩，不料正好被监狱长看到，他立马命令拉响警报。囚犯见状突然暴起，就在危急时刻，几名狱警赶到救下了昌浩。昌浩明白是这些人想杀自己，但也明白绝不是他们诬陷的自己。 随后，监狱长又叫来昌浩，表示自己已经救了他许多次。他希望昌浩能把钱拿出来分他一丢丢。如果让他发现大老鼠的身份是假的，那么昌浩的妻子和岳父就会死得很惨。所以，为了保护家人，昌浩眼下只有一种选择。 내 와이프 건드리지 마. 손대는 순간 다 죽어. 공지훈부터 그 떨거지들. 박수장요. 니들 가족까지 싸그리다. 뭐? 진짜 빅마우스라고 이 비용신아. 注意看，一群犯人被带到监狱的化粪池里，监狱长让他们尽情享受高汤。一个死刑犯非常享受。看到这一幕，旁边的狱友们差点就吐了。到了中午开饭时间，他们仍旧要在化粪池边吃饭，而且饭菜的颜色也像是高汤。这全都是因为他们没钱贿赂监狱长，所以就被安排做最脏最累的活。囚犯被分为贵宾一等和垃圾一等，犯人可以不干活整日玩耍。 而贵宾则可以为所欲为，只要给的钱足够多，监狱长都能当服务员。看着餐盘里的高汤，昌浩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，他鼓动狱友们的反抗情绪，每个人都拎着装满高汤的桶，气势汹汹地来到食堂。正在吃饭的囚犯非但不觉得恶心，还纷纷凑上来看热闹。狱警命令他立马跪下，结果迎面就被泼了一脸高汤。 원놈이든 나서봐. 아가리에 똥물 퍼줄 테니까. 狱警们狼狈万分，只好叫来监狱长和3位贵宾，大家纷纷讨论这场对决的最终赢家到底是谁。监狱长警告昌浩，如果再敢上前一步，他今天就要死在这里。但昌浩不仅向前走了好几步，还放出狠话威胁。 보는 눈이 이렇게 많은데 내가 여기서 물러서면 너와 네 가족들은 어떻게 될까? 监狱长闻言面色一冷，看着昌浩对自己破口大骂。监狱长不敢反驳，这一刻他真的怕了。 因为他怕昌浩就是真正的大老鼠，到时候所有人都要吃不了兜着走。 길 더 줘. 네? 囚犯们看到这一幕，纷纷躁动起来。昌浩带着一众小弟来到食堂，宛如刚打了胜仗的将军。小弟们吃着新鲜饭菜，也彻底把昌浩当成了老大。这时，妻子小美前来探监，她说自己不会跟他离婚的。
他一定要查明真相，还他清白。到了下午放风时间，很多监狱小弟来拜码头，昌浩二话不说全部收下。想做大事，炮灰一定要多。他最近的举动让3个财阀隐隐不安，于是拿出3亿韩元贿赂监狱长，让他装作不知道他们要杀了昌浩。监狱长很高兴有人出头，就算失败了也不会牵连自己。隔天，光明顶带着一众小弟整理装备，监狱长暗中观察，吩咐医疗队随时待命。不久之后，光明顶带领一众人马杀奔而来，二话不说直接亮兵器。 오늘 저 쓰레기통 외우시게 해줄게. 一场大规模械斗很快爆发，小弟们捉对厮杀，独眼狼直接杀向昌浩，两人打得难解难分，但他只是个诱饵而已。3个财阀早就准备了后手，大家都没注意到，昌浩这边的死刑犯小弟已经掏出了小刀，准备给昌浩来个狠的。原来死刑犯的母亲需要做手术，财阀便以此收买了他。就在这时，老头突然挺身挡下了这一刀，然后死死拦住死刑犯。监狱长也注意到了这一幕，他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，连忙让狱警们冲进去，一场危机就此化解。老头被急忙送往医务室，监狱长来亲自看望他，两人一番密谈，看起来关系非同寻常。参与械斗的囚犯都被关进了小黑屋。然而当天晚上，光明顶的头号小弟突然吊死狱中，这诡异的死法吓得人汗毛倒竖，就连监狱长都怀疑是昌浩干的。 징벌방에서 목을 맸는데 거기가 쉽게 자살할 수 있는 데가 아니야. 사살은 더 어렵지 않나? 근데 그냥 좀 이상했어. 하필 너한테 칼을 겨눈 놈이 죽었어. 注意看，男人只是看了一眼在吃饭的囚犯，他就突然吐血暴毙，紧接着旁边的人也口吐白沫倒地抽搐。原来这两人昨天都参与了刺杀昌浩的行动。巧合的是，另一人也在昨晚自缢身亡了。所有囚犯都被这一幕镇住了。昌浩也忽然间汗毛倒竖，他知道大老鼠一定就隐藏在这些人之中，但不知道他为何要帮助自己。昌浩被带走调查，囚犯们纷纷露出头看热闹，就连监狱长都无法让他们听话。 뭘 봐? 그래 앉아보라. 새끼들이 요즘 간이 배 밖으로 나왔나? 囚犯们不为所动，但昌浩只是回头一个眼神，囚犯们就纷纷自觉回到了牢房。他现在已经成了大家眼中的恶魔。监狱长警告昌浩，如果不能在5天内供出大老鼠的客户名单，那么他的身份就要被揭穿了，到时候他的妻子和岳父都会死得很惨。几天后，妻子小美来探监，递给昌浩一张市长亲手写的名单，上面正是大老鼠最大的5个客户的名字。昌浩亲自打电话确认，市长说这是自己手下的检察长提供的，应该没有问题。此时检察长正在跟孔志勋密谈，原来他早就是孔志勋的人了，那份名单也是他故意提供的假名单。如果昌浩说出这份名单，那么他就能跟幕后的老前辈告状，再揭穿昌浩的同事，除掉市长。与此同时，监狱里的囚犯们都在讨论最近的神秘自杀事件。 빅마우스가 요상한 술법을 쓰다 가던데 요상한 술법이 하모 걔네들 혼을 조종해가지고 传言越传越离谱，可昌浩非但不紧张，还让小弟们在监狱里设了一场赌局，因为大家都觉得他要与3名财阀展开决战，再加上最近的异常事件，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昌浩能赢，这可把3个财阀气坏了。3人直接找到下注点，暴打了小弟一顿，然后趾高气昂地来到昌浩面前。 네가 우리를 없앤단다. 빅마우스 선택한 애들한테 전해. 이번에 배당 크게 터질 거라고. 내일 공대표 만나기로 했지? 네 무덤 네가 봤어. 이미테이션 들통나면 네 똘마니들이 너 가만 안 둘걸? 마약자 명단 내가 모를 거라고 확신하나 보네. 财阀跟昌浩设立赌局，如果他能说出名单，就给他3个亿；如果说不出来，他就当场去世，还让监狱长充当担保人。与此同时，孔志勋得意洋洋地找到崔市长，告诉他那个名单其实是假的，是他随意编造的。市长闻言后面色大变，他给监狱长打去电话，但却被对方直接挂断。3个财阀忍不住笑意，仿佛昌浩马上就要死了一样。当天下午，昌浩被带走与孔志勋对峙，这时崔市长急匆匆赶到，他想说出真相，但却被阻止。 일단 소장님한테 확인부터 받겠습니다. 얘기 좀 하겠다고. 잠시만. 안 됩니다. 注意看，这个囚犯竟然在监狱里赚了3亿韩元。监狱长拿出3捆，还说这是他的那一份。昌浩不以为意，又拿出大半箱的钱，说自己有些无聊，想在监狱里花钱买个官当当。 돈은 언제 넣을지. 昌浩还要求监狱长举办了一次大聚餐，邀请所有囚犯来参加。一番恩威并施，昌浩俨然已经成了监狱中的土皇帝。原来就在1天前，昌浩被带走跟孔志勋对峙，他需要说出大老鼠的5名客户名单。崔市长急匆匆赶来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名单是假的，生怕昌浩就此暴露，但他一时间也不敢开口。两人写完名单放进玻璃杯中，
监狱长率先拿起孔之勋的名单念出来，3个财阀都得意的笑了。紧接着轮到昌浩，孔之勋激动的不断拍打桌面，仿佛已经胜券在握。但监狱长并没有念出来，反而交到了孔之勋手中。打开名单的瞬间，孔之勋的表情突然凝固，财阀也是满脸的不敢置信。在这一刻，所有的怀疑都瞬间烟消云散。原来昌浩就是真正的大老鼠。 사람들 참 이게 그렇게 놀랄 일이야? 孔之勋很快平稳情绪，相比而言，他更喜欢这种结果，因为他的1000亿终于有了着落。昌浩当然矢口否认，但没想到孔之勋抓到了自己之前的秘书。大老鼠之前就是通过秘书骗走了他的钱。这时监狱长的手机也响了，通知昌浩去检察厅接受传唤。秘书确实是被大老鼠骗走的钱，但他根本没见过大老鼠本人。检察长拿出一张照片，告诉他只需要指认昌浩就行，别的不需要他担心。 어디쯤을 말하는 겁니까? 포지 좀 무슨 포지? 그럼 진짜 죽었어. 检察长承诺会给他减刑，只需要他的一个点头。 막상 보복당하는 건 아니겠어. 걔네 조직이 진짜 무섭다 그러는 거야. 제일 무서운 조직이 여기야. 대한민국 검찰. 마음 편하게 먹고 넌 내가 지시한 대로 하면 돼. 不久后，昌浩被带走传唤，崔市长和孔之勋就在外头看着。检察长当场指认他就是大老鼠，昌浩自然死不承认，还说那份名单是别人给他的。检察长早就料到会是这样，于是让秘书当场指认。秘书非常害怕的瞅了昌浩一眼，然后又连忙收回目光。 알아요? 전 그쪽 처음 보는데. 秘书被吓得不敢开口。就在这时，闹钟忽然响起，原来他有糖尿病，需要定时打胰岛素，但刚刚注射完，秘书像是突然窒息，捂住脖子就摔倒在地，紧接着口吐白沫，赫然死去。孔之勋气得破口大骂，昌浩也忽然汗毛倒竖，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人都接二连三的莫名死去？囚犯花了1亿韩元贿赂监狱长，说自己想买个官当当，然后还举办了监狱大聚餐，很快就收拢了大量人心，俨然一副土皇帝的样子。就连监狱黑老大光明顶都得暂避锋芒。3个财阀终于害怕了，因为之前得罪昌浩的人都神秘死去了，他们害怕接下来就会轮到自己了。财阀想让光明顶保护自己，但就在说话之时，昌浩突然带着小弟杀了进来。3个财阀之前合谋杀害了一名教授，昌浩让他们主动认罪，不然可就要遭老罪了。但财阀也不是被吓大的，让他尽管来，自己倒是要看看他的手段。 궁금증이 다 풀렸을 땐 병풍 뒤에서 곡소리 듣고 있을 거다. 와, 임마 괜찮아? 좀 이상할 텐데 때깔도 안 좋고. 财阀闻言吓坏了，因为之前好多人都被毒死了。昌浩不管他们，掉头离开，带着人走到广场，囚犯们纷纷自觉让路。只见昌浩往座位上一坐，身后掉下一面旗帜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到了傍晚时分，财阀上厕所时突然被泼了一盆冷水，紧接着，财阀被火速送往医务室。毫无疑问，这一切都是昌浩的手笔。财阀看了他一眼，都是满脸的不敢置信。之后市长找到昌浩，他现在怀疑昌浩就是真正的大老鼠，因为他的名单明明是假的。昌浩怎么知道真正的名单？市长希望得到真相，还说他的妻子小美正在外面为他的清白奔走，话中之意满是威胁。 선은 넘지 맙시다. 요한테 입 똑방금 마세요. 当晚，3个财阀找到孔之勋，他们已经被吓破了胆，希望老大能给他们换一所监狱。但大老鼠的手下遍布全国，孔之勋说在这里他还能保护他们，如果出去了那才真是任人宰割。孔之勋无奈去找昌浩谈判，还拿出小美来威胁他，如果他敢对3个财阀下手，那么小美也会人间蒸发。但还没等他说完，电话忽然响起，对面正是孔之勋老婆。 뭔 소리야? 자기 이름으로 왔던데? 재수없게 뭐 이런 꽃을 보냈어? 마음대로 해, 버리든 말든. 그럼 뭐 무슨 꽃인데? 국화꽃. 그것도 흰색. 이거 장례식장에 보낼 거 나한테 잘못 보낸 거지? 네가 버렸냐? 내 와이프한테 흰 국화꽃 34송이. 34살 맞지? 昌浩走到孔之勋面前，表示自己从不接受威胁。如果孔之勋胆敢犯规，那么他会让他见识到什么叫残忍。等到他走后，孔之勋要求监狱长立马杀了昌浩。监狱长反问：“那你的钱不要了吗？”孔之勋的脑袋忽然死机，想不到自己也有这么憋屈的一天。之后，昌浩找到光明顶，说自己会送他大好前程。光明顶考虑到昌浩最近展现出的实力，当即就拜了码头。随后，他就派小弟抓走了胖财阀，一行人带着他来到地下室，又是无比熟悉的场景。上次还是昌浩被吊在上面，
但这次两人的身份彻底对调。 제발 살려줘! 형수님! 안녕하십니까? 注意看，监狱里竟然来了一群年轻女护士。看到这一幕，所有囚犯瞬间都沸腾了。毕竟在监狱里，女人可不容易见到。小美问狱警可不可以探监，却被对方严词拒绝。等到护士们离开后，狱警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因为他好像得罪了监狱大哥的老婆。他赶忙去跟大哥报信。随后，昌浩洗了个澡，打扮得像个小猪仔，准备跟小美去吃顿大餐。不久后，犯人来到大厅检查身体。小美不断寻找昌浩的身影，不料却被昌浩的小弟认了出来。 형수님! 안녕하십니까? 小美这一看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囚犯们却不管不顾，同事还在一旁冷嘲热讽。 부끄러움은 우리 몫인가? 왜 내 얼굴이 화끈거려? 狱警好不容易安抚下囚犯的情绪，然后连忙走到小美面前，为自己之前的无礼道歉，带着她就去找昌浩。两人一路来到地下室，通过神秘阴暗的走廊，来到最豪华的贵宾区。这里原本是3个财阀的地盘，可现在已经被昌浩霸占。昌浩准备了满桌的好酒好菜，见到小美后就要来一个拥抱，可是却被她拒绝。 기회 딱 한 번 줄게. 거짓말하는 순간 우리 인연 여기서 끝나. 너가 진짜 빅마우스야? 昌浩犹豫了很久都没开口，因为此时监狱长正在暗中观察。昌浩也知道自己正在被监视，面对小美的无理取闹，昌浩只能拉着她往外走。两人来到空旷的操场上，昌浩表示现在可以放心说话了，小美这才如梦方醒。监狱长满脸懊恼地摘下耳机，昌浩说自己并不是大老鼠，小美愿意听他解释。原来他当初拿到市长的名单后，忽然被神秘人袭击。 等到醒来后，口袋里就多出一张塔罗牌，卡牌背面写着名单，正面则是大老鼠的标志。之前那些神秘死亡的人，周围也都出现了这种标志。昌浩一开始有所怀疑，直到崔市长急匆匆地找到他，昌浩这才相信了名单的真实性，从而蒙骗住了孔之勋。之后他被检察厅传唤，大老鼠也在车上留下了塔罗牌，看起来是在预告他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。小美不明白昌浩为什么要当提线木偶，尽快说明真相不就能出狱了吗？ 그럼 나 죽어. 그러면 내가 진짜 빅마우스가 되는 거 아니야. 그래서 나한테 계속 미션을 던져주면서 날 시험하는 거야. 이용 가치가 없다고 생각이 드는 순간 난 죽일 거야. 그렇다고 언제까지 이렇게 끌려다니면서 이용만 당할 순 없잖아. 나도 지금 그놈 이용하고 있어. 护士们来监狱做义工，这时监狱老大出现。 护士们帮昌浩盛饭，昌浩却直接找到了护士长，因为这个老女人是他妻子小美的上司，平时经常欺负小美。昌浩警告她收敛一些，不然让她见不到监狱外面的太阳。小美看着霸气侧漏的老公，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蜜。 当晚，昌浩来到教堂，收到了大老鼠的任务，让他想办法阻止财阀保释。原来，自从昌浩当了老大后，3个财阀总是心惊胆战，于是就让孔之勋托关系申请了保外就医。昌浩知道这是大老鼠在考验自己，他不敢不照做。当天深夜，胖财阀就被小弟们抓到了垃圾场。昌浩满脸蔑视的表情，把手中的杀虫剂丢进火堆，火势瞬间爆燃，衬托的昌浩宛如一尊恶魔。胖财阀被吓破了胆。 昌浩拉着他来到火堆旁，做事就要把他推进去。昌浩让他出去后主动供认罪行，拉着另外2个财阀下水。 날 배신하면 전 네가 들어갈 거야. 배신 안 할게. 믿어줘. 胖财阀最终被昌浩放走。隔天，孔之勋亲自过来接人，监狱长带着几人往外走，不料迎面就撞上了昌浩。财阀们都是趾高气昂，仿佛出去后就变成了胜利者。昌浩警告他们出去自首。 不然就让他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不料对方不以为意。 한 박사가 자백하기로 했다며. 자기는 운전만 했고 우리 둘이 죽였다고. 昌浩和胖财阀闻言后都无比震惊。这时光明顶出现，原来竟是他背叛了昌浩。紧接着所有小弟都马上换了站位。原来昌浩早就被光明顶给耍了。胖财阀最终被带回了监狱。之后财阀更是当着昌浩的面，让光明顶在他们走后解决了昌浩。光明顶当场就答应下来。随后一行人扬长而去。昌浩看着他们离去。 忍不住笑了出来。这些人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招惹了怎样可怕的存在。 니들 다 호구됐어 이 등신 새끼들아. 韩国财阀在监狱里作威作福，但却惹上了不该惹的人。黑老大光明顶把他带到教堂，随后狱警前来汇报，说是监控已经全部关闭，胖财阀被五花大绑。光明顶指了指他的脑袋，
告诉小弟一定要看准了打，务必一击毙命。 胖财阀被吓得嗷嗷直叫，小弟拿起铁棍，眼看就要动手，教堂大门却被猛地推开。原来是昌浩带着小弟们杀到了。财阀之前还一心想弄死他，不料现在他却成了自己的救命稻草。两伙人很快就打在了一起，昌浩则找了个座位，老神在在的观看节目。不久之后，胖财阀终于被救了出来。昌浩要求他说出有关教授的死亡真相，还让他去法庭指认孔之勋的罪行，但他却说昌浩不如杀了自己。 힘 여는 순간 나 살아도 지옥이야. 공지훈, 걔 아무것도 아니야. 걔보다 훨씬 무서운 사람들이 연관돼 있어. 昌浩问孔之勋背后的人是谁，但他却根本不敢开口。这个人的厉害程度，哪怕让他死也不敢出卖。之后，昌浩回到教堂，他的小弟们正跟光明顶的人坐在一起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们演的戏。光明顶一直都没背叛昌浩，他在赌昌浩就是真正的大老鼠。 출소 3개월밖에 안 남은 거 알지? 네가 먼저 감방이고 못 나가면 너는 나한테 사기친 죄로 넌 내숨을 주. 昌浩看起来胸有成竹，因为他让小弟故意打碎了圣母雕像。隔天上午，监狱突然收到匿名慈善家寄来的新雕像，狱警说市价足有1000万韩元。监狱长本性贪婪，当即收下了新雕像。然而所有人都没注意到，雕像上安装了隐秘摄像头。昌浩平时就是在教堂跟大老鼠联系，今天他又给大老鼠发出信息，只等他来到雕像前。 빅마우스, 마음껏 즐겨. 이거 니놈 잡을 터치니까. 临近傍晚，一个神秘人果然来到了教堂，昌浩紧跟着出现，手中还拿着一本书。原来这是律师朋友送来的，那尊雕像也是他送的。书里还夹带着一部手机，可以读取雕像中的监控录像。昌浩激动地来到雕像前，拿出内存卡，迫不及待地用手机打开查看。大老鼠的真身终于要浮出水面了。昌浩的眼神猛然一缩，只见一个人拿走了塔罗牌，直到露出这人的容貌。 他万万没想到，大老鼠竟然是自己的头号小弟。 홈과 제리 아시죠? 본인이 제리거든요. 제가 밖에 있을 때부터 빅마우스 님을 너무 존경해서 같은 마우스 걔가. 怪不得杰瑞会主动接近昌浩，他始终坚信昌浩就是大老鼠，因此无论何时何地都陪在他身边。其实他就是那个幕后黑手。再联想起自己被打晕的那次，交易名单肯定也是杰瑞给他的。囚犯正在操场上放风，这时监狱老大出现，挥挥手把小弟叫了过来。 여기 우리 둘뿐이야. 둘 중에 누구 하나 죽어나가도 아무도 안 도와줄 거다. 小弟听到这话有些不知所措。昌浩问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，为什么要拿走教堂的塔罗牌？难道你就是大老鼠？小弟闻言慌忙否认，说自己只是拿起来看看，他并不知道这是大哥的禁忌。昌浩又打开监控看了看，结果发现监控视频是被剪辑过的，整整30分钟的片段消失了，这肯定是真正的大老鼠做的。紧接着妻子小美打来电话，问昌浩为什么要送他葬礼才用的白菊花。昌浩瞬间想起。 自己曾让大老鼠给孔之勋妻子也送了这种花。小美还说有一张塔罗牌，这张牌的意思是愚蠢，这是明显的警告。看来大老鼠已经发现了昌浩的举动。昌浩想到监控的事情，只有自己和律师朋友以及小美和老丈人知道。难道大老鼠在这3个最亲密的人之中吗？这时小弟杰瑞也想通了。 빅마우스가 타로 카드를 명령 보내는 거잖아. 형님 그냥 시키는 대로 하는 거. 소원 들어준다는 거 그것도 그냥 형님 지어낸 거 맞죠? 일 조심해. 죽고 싶지 않으면. 小弟这才发现自己被耍了，最崇拜的大老鼠竟然是个冒牌货。从此之后，杰瑞始终离得他远远的。老头问他怎么不去伺候昌浩，不料却惹得他大发雷霆。这时狱警说有人来探视，原来是杰瑞的妹妹。妹妹说自己终于能上学了，一个好心人寄来一大笔钱，说要赞助他读书。这时孔之勋出现了，他拿出一瓶饮料，让杰瑞送给昌浩喝下，只要他能办成此事。 他妹妹就能收到他的资助，杰瑞自然不想惹祸上身，但孔之勋说这不是致命的毒药，他还要找大老鼠要钱呢，怎么会害死他？之后杰瑞回到牢房，手里还拿着一箱饮料，告诉大家自己就要出狱了，还挺舍不得大家，所以这些饮料就当做最后的礼物。他给大家一人发了1瓶，然后拿起最角落的1瓶给了昌浩。 그동안 고마웠다. 잘 살아. 사고 쳐서 또 들어오지 말고. 잘 살아야겠다. 昌浩根本没想到他会害自己，想都没想就一饮而尽。不久后，昌浩就突然倒在地上打滚，狱警急忙赶来将他送往医院。这时小弟已经出狱，小美和老丈人也正好来探监。就在这时，一辆救护车呼啸而出，杰瑞瞬间意识到那是昌浩。 저 구급차에 형님이 타고 계시거든요? 네? 갑자기 복통을 좀 일으켜서 일단 빨리 따라가시죠. 이제 빨리 가야 된다. 重症病人刚刚断气，护士们却都围在旁边无动于衷。
小美想要进行急救，但却被护士长严厉拒绝。 DNR 환자 뭐 몰라서 이래요? 규정대로 해요. 主治医生默不作声，就连病人家属也不敢反对。本该救活的病人就这么死了，小美觉得里面一定大有问题。她去葬礼上打探情报，结果得知了惊天大秘密。 3사람 있는데 왜 굳이 화장을 한다 그래요? 병원에서 돈 받은 것 때문에 그래요? DNR 동의서에 매장하면 안 된다는 거 없었잖아요. 아니 그게 동의서에는 없었는데 기밀조항이라는 게 있어. 절대로 부검하지 말라는 거랑 반드시 화장시켜야 된다. 原来医院跟患者签了协议，如果家属放弃抢救，就不用付医疗费，甚至还能得到大额补偿金。小美打算一探究竟，她觉得这里肯定有猫腻，说不定跟昌浩蒙冤入狱有关。当晚，她偷偷潜入太平间，从刚去世的病人身上抽了一管血。然而等到小美出来的时候，院长早就带人等在外面了。他们先是检查了小美的包，然后还十分仔细地搜遍全身，无果后这才离开。小美等了半晌，趁着没人，连忙把血样拿走。可今天不知怎么回事，电梯门总是一开一合的关不上，好不容易关上了，电梯忽然又一阵抖动，紧接着一团黑影从天而降。小美掏出防狼喷雾，然后猛地使出断子绝孙脚，奈何电梯门打不开，小美最后被扑倒在地。眼看危急时刻，电梯门忽然打开，来人竟然是崔市长。神秘杀手只能匆忙逃走。之后市长把小美带到了医学研究院，小美让他们检查一下血样成分。隔天一众财阀齐聚，还一起看了一部简短的纪录片。孔志勋幕后的人出现，这人就是九川市发展的功勋人物江会长。市长和孔志勋都是他的手下，两人一直在争宠，所以整日里明争暗斗。只是江会长似乎比较看好崔市长，这全是因为孔志勋被大老鼠骗走了1000亿，所以为了赢得江会长信任，孔志勋找到检察长，两人打算把昌浩带出监狱，然后用一种神秘药剂逼他说出真相。他找到小弟杰瑞，利用信任把昌浩毒翻，不料却被小美一路追踪。他发现救护车的路线不对，果断让父亲将其截停，掏出护士证让他们立即去最近的医院。昌浩最终被救治成功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名狱警拿着文件出现，还按上了昌浩的手印，紧接着又交给了孔志勋。原来这是一份保释申请书。隔天昌浩跟小美告别，即将被送往医院，但昌浩忽然发现路线不对，他想开口询问，两个狱警却忽然抱起。昌浩拼命反抗，但最终还是被打了麻药。汽车一直行驶到深夜，最终来到郊区的一家精神病院，而在这里等待他的将是非人的折磨。男人被关进精神病院，护士长不顾他的挣扎打了一针镇定剂。昌浩只感觉浑身瘫软无力，面前摆放着丰盛的饭菜，可他却怎么都够不到，困得想睡觉，却每次都被人拍醒。就这样煎熬了2天2夜。幕后主使孔志勋出现，他还带来一种叫土真剂的东西，只要打上一管，人就会把所有秘密都说出来。昌浩立马就产生了幻觉，他看到腿上出现一只小老鼠，紧接着孔志勋审问昌浩，他把自己的1000亿藏在了哪里？昌浩回答不知道。孔志勋紧接着询问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大老鼠。昌浩回答不是。这下可以确定了，昌浩一直以来都在说谎。检察长说可以放弃他了，但孔志勋不肯相信，他断定就是昌浩骗走了自己的钱。孔志勋觉得剂量不够，想给他再打一针，但检察长说那样可能会弄死他。隔天他们又来了，昌浩见状只好随意编造了一个地点，让孔志勋带人去拿钱，实际是想趁机逃走。孔志勋带人一直挖到深夜，可却什么都没发现。就在他们即将放弃之时，终于挖出了一个箱子，结果打开一看，里面仅仅只有一根金条。孔志勋像是疯了一样，拿起铁锹亲自上阵，可一整晚过去也再没有发现。他怒气冲冲地找到昌浩，还拿出金条给他看。 내가 그렇게 만만하게 보이는 주카리 씨빠빠야. 빅마우스다. 昌浩知道自己在被大老鼠监视，自己对他肯定还有用，于是就威胁孔志勋给他端来饭菜，吃饱了自然会告诉他剩下的钱在哪。孔志勋都被气笑了，但也只能妥协。到了下午，一个手上带有大老鼠标记的人出现，一把火烧了精神病院。此时昌浩正在吃饭，不料迎头就被泼了一脸水。 와, 나 진짜 빅마우스 타이밍 진짜 이씨. 护士长连忙打火警电话，不料话音还没落，火警队竟然不请自来，显然这也是大老鼠的手笔。昌浩一路逃跑，奈何看守自己的胖子是个怪物，昌浩根本不是对手。就在危急时刻，原来小弟杰瑞伪装成了消防员，两人合力将胖子制服，随后坐上车逃之夭夭。护士长连忙叫人追击，但为时已晚。监狱里的囚犯正在学习越狱经验，而这个越狱的人几天前还是他们老大。 저놈이 나보다 먼저 나간다길래 뭔가 했더니 형님
정말이지. 탈옥은 상상도 못했습니다, 형님. 저것이 진짜 깜닥을 하는 거다. 배울 건 배워라. 그래야 사람도 발전하는 거야.就在刚刚，昌浩在小弟的帮助下逃出了精神病院，孔志勋都快气炸了，命令检察长下令封锁全市。小弟给了昌浩一把钥匙，让他到之前说好的地点取车。原来这里停了一辆崭新的尉迟小王子，车上还准备了一套冲锋衣，以及一包现金和一部手机。昌浩想给妻子打去电话，但转念一想恐怕会暴露，就放弃了。与此同时，小弟注意到前方被设了检查口，后方也冲出2辆警车。面对围追堵截，小弟深吸一口气，然后猛踩油门直接冲卡。不久后，昌浩路过，看到小弟满身是血的被抬走了，显然是为了掩护他撤退牺牲了。孔志勋和检察长也在现场，昌浩只能匆忙离去。到了晚上，昌浩收到大老鼠的短信，让他到酒店里暂避风头，可酒店外也设了检查点，昌浩无路可逃，只能停车。警察拿着照片仔细比对，明明看出昌浩就是通缉犯，却故意把他放走。原来警察的脖子上也有大老鼠的标记，看来这个组织真是可怕到离谱。昌浩来到酒店，大老鼠为他准备了许多私人物品，但昌浩却一点也不感激，自己沦落至此全是因为大老鼠。 난 제리처럼 불쌍하게 안 당해. 실컷 이용만 당하다가 그렇게 안 죽어. 네가 진짜 나쁜 새끼라는 걸 확인시켜줘서 고맙다. 빅마우스. 隔天，昌浩来到检察院门口的钟楼上，妻子小美正在为他洗清冤屈，因为他知道昌浩没有越狱，而是被孔志勋派人绑架了。这时他注意到旁边的广告，上面的话跟昌浩当初说的一模一样。小美瞬间意识到这是昌浩在联系自己，她连忙按照号码打电话过去，对面果然就是昌浩。小美说胖财阀的妻子慧珍愿意帮助他们，她手里有他们杀害的教授的论文，拿到这份论文后就能彻底扳倒孔志勋，甚至连他背后的江会长都要倒台。 학교에서 논문 내가 갖고 있어. 전화기 좀 달라고. 전화기 달라고. 가만히 있으라고 이 새끼야. 慧珍正和昌浩坐在一起，两人准备给孔志勋玩一次阴的。他经常被胖财阀家暴，便用离婚的要求交换论文。隔天，3个财阀的杀人案正式开庭，而昌浩也换上了一身西装。 니들 죄는 판사가 아니라 내가 심판한다. 이 개자식들아. 韩国的3个财阀合谋杀害医学教授。这天法院开庭审判，但检察长早就被他们收买，所有供词也都提前策划好了。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旁听席上的人们根本不关心他们的证词，反而在看一个小伙的直播。正在直播的正是大老鼠昌浩，他像是未卜先知，财阀的证词全都被他预料到。一个小弟突然闯进法庭，把直播交给孔志勋看。 짜고치는 고스톱판에서 호구들을 낚는 절대 불변의 법칙이 있죠. 처음엔 무조건 이루어진다. 이런 개새끼. 检察长像是婴儿学语一般，把昌浩的话完完整整的复述了下来，而审判结果也跟昌浩猜测的一样，3个财阀最终被无罪释放。孔志勋简直快气炸了，让手下立马去定位，一定要弄死昌浩。这场审判成了全韩国的笑话，所有人都盯紧了他们。这时，孔志勋接到慧珍电话，让他立即把离婚协议拿来，不然他会把论文交给检方，让他彻底身败名裂。孔志勋很快赶到，双方展开交易。为了表示诚意，慧珍还说出了昌浩现在的位置。孔志勋命令手下立刻前去抓人，但等他们赶到，只在这里发现了一台显示器。与此同时，3个财阀被无罪释放，3人把脏水全泼在了昌浩身上，说他才是真正的凶手。正在他们洋洋得意之时，一辆小货车突然驶来，显示屏上出现孔志勋与慧珍的交易画面。慧珍说自己知道真相，3个财阀就是为了论文杀害了许教授。 죽일만 하니까 죽인 거야. 근데 이 대문이 아니라니까 양대진. 너 영생이 탔습니까? 这下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，而且张慧珍并没有给他真正的论文。这时手下赶来汇报，说这里有摄像头。孔志勋忽然惊出了一身冷汗，一番寻找后，终于把摄像头拿了下来。 가지세요. 이미 우리 건 다 녹화됐으니까. 检察厅外的所有人都震惊了，原来刚刚被无罪释放的3个财阀，竟然真的是杀人凶手。财阀们都无言以对。这时屏幕缓缓升起，而里面坐着的正是揭开所有真相的昌浩。 힘내세요, 검사님. 결과 충분히 뒤집을 수 있습니다. 检察长气得牙痒痒，但现在全国人民都在看，现在证据确凿，纵使万般不愿意，他也只能放弃继续维护财阀。但昌浩的刑期还没结束，检察长又打了个电话，
把昌浩重新抓回了监狱。但这一切也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在8名狱警的押送下，李钟硕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重返监狱。监狱老大们给他接风洗尘，欢迎他再次入狱。老头告诉昌浩，最近监狱里出现了一种怪病，经常有人莫名其妙的吐血，还有的囚犯精神失常，见到人就攻击，因此吓跑了许多医护人员。但光明顶说这种情况稀松平常，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，要不了多久就能恢复如常。这时孔之勋前来探视昌浩，虽然他这次吃了个大亏，但还是想拿回自己的1000亿。为此他还透露了一个秘密，杀害徐教授的幕后主使根本不是他，而是委托昌浩调查命案的崔市长。与此同时的某个豪华庄园内，3名财阀像个小鸡仔一样站在江会长的身边。 논문에 관해서 낌새를 챘습니다. 저희가 유죄를 받는 순간 회장님한테까지 불뚝... 이놈들이 부탁을 하라왔나 보다 했더니 협박을 하는구나. 아닙니다, 회장님. 살인죄는 국가가 벌을 내릴 거고 나한테 배를 끼치면 그 벌은 내가 내. 这时崔市长出现，还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，说这就是徐教授的论文原件。在场几人都是目瞪口呆。 자신을 위협할 만한 건 이제 이 세상엔 없어요. 其实这一切都是崔市长设的局，3个财阀本就是他指使的，本想拿到徐教授的论文，没想到失手杀了人。3人打电话问怎么办，市长让他们把尸体带过来，然后却故意在路上制造车祸，把徐教授的死公之于众。之后又找昌浩寻找行车记录仪，然后又制造了一起车祸，再把关键证据拿到手，而后又以吸毒的罪名将昌浩关进监狱。3个财阀这才发现了他的真面目，但也无济于事了。 내가 건재해야 니들도 살아. 江会长把论文烧毁，他的身体越来越差。最亲近的人只有崔市长的妻子和孔之勋。这次因为论文的事情，终于决定把遗产托付给崔市长了。但崔市长也不是什么好鸟，他来到一间密室，只见里面密密麻麻的堆满了金条。原来孔之勋的1000亿根本就是他骗的。在电视剧的开头，一个穿着雨衣的人把黄金埋在了地下，当时并没有看到这人是谁，现在终于露出了原形，看来他就是那个真正的大老鼠。除此之外，崔市长还拿出了另一份论文。 准备在关键时刻反咬江会长一口。与此同时，昌浩给大老鼠发了信息，让他在明晚8点在教堂见面。如果他不来，昌浩就不会再为他做任何事情。到了晚上，昌浩收到了一张代表正义的塔罗牌，看来大老鼠真的愿意跟他见面了。昌浩在教堂一直坐到深夜，这时终于有人出现了。大老鼠究竟是谁呢？ 너네 쓰면 용건을 얘기해야지. 네가 빅마우스라고? 监狱长竟然说自己就是大老鼠。他说之前监狱里的一切都是他做的，那些人也都是他暗中除掉的，包括交易名单也是他给的。但昌浩拿出塔罗牌给他看，监狱长却说不出其中含义。一直以来，昌浩跟大老鼠都是用塔罗牌联系，这足以证明他在说谎。监狱长闻言露出自己的组织纹身。昌浩见状笑了笑。 빅마우스가 아닌 주인은 목줄을 안 차. 걔한테나 치우지. 너 같은 하수인한테. 빅마우스한테 가서 전화. 내 앞에 직접 나타나라고. 내 가족을 건드리거나 허튼 수작 부리면 너희들이 원하는 논문에 관한 진실 영영 사라질 거라고. 监狱长气得牙痒痒，但也无可奈何。昌浩走出门外，拿出一支录音笔，原来他早就暗中录了下来，以此证明自己根本不是大老鼠。他把录音交给崔市长，让他尽快抓捕监狱长，而孔之勋正在外面暗中观察。昌浩在回监狱的途中，忽然看到化工厂上聚集了无数飞鸟，然后一片片的突然坠落。等到昌浩回到监狱，监狱长直接把他关进了禁闭室，让他在里面好好思考几天。但是隔天监狱突然发生暴动，之前的死刑犯突然兽性大发，狱警全员出动，打了10几枪电击才把他制服。最近医护人员都跑了，监狱长又展开了新的招聘。小美正好想要帮助昌浩，于是主动应聘。监狱长自然知道小美的身份，于是就用小美要挟昌浩，让他交出徐教授的论文。 빅마우스가 서재용 논문에 집착하는 이유가 뭐야? 빅마우스가 가장 아끼는 사람이 논문과 관련돼서 죽었어. 내가 묻지. 서재용 논문 안에 대체 뭐가 있는 거야? 피. 피? 혈액 검사를 이유로 재소자들한테 뽑아간 피. 그 피가 왜? 빅마우스한테 그것만 전해. 20곡이잖아. 随后，昌浩找到小美，让她尽快辞职，这里实在太危险。但小美执意要留在这里，她想趁机检查生病囚犯的血液成分，说不定能找到真相。就在这时，检察厅的警车呼啸而至，原来他们是来抓捕监狱长的。监狱长闻言人都傻了，赶忙打电话给孔之勋。孔之勋装作毫不知情，还要求检察长立刻放人，但检察长却说这是崔市长的命令。2个人当着所有人的面演了一出戏，孔之勋高兴坏了。
因为监狱长是大老鼠的人，这步棋正好能把大老鼠的怒火引到崔市长身上，最后自己坐收渔利。注意看，监狱长竟然被抓了，所有囚犯都疯狂了，大家都高兴坏了。监狱长是出了名的财迷，这些年来囚犯们都被他弄走了很多钱。经过审讯后，监狱长被关进了这个他无比熟悉的监狱里。头号小弟反骨仔成功上位，为了表示尊敬，当先鞠了一躬，欢迎他以犯人的方式入住。监狱长气坏了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头号小弟会背叛他。反骨仔也被激怒。 일정 생각해서 예우 좀 해주려고 했더니 진짜 씨. 야, 네가 아직도 여기 소장 인사 누구니까 이렇게 까부는 거야? 응? 빅마우스? 응? 있잖아. 응? 反骨仔当众暴揍监狱长，当着所有囚犯的面说自己才是这里真正的老大。然后他派出所有狱警，抓走了曾经那些不可一世的犯人，纷纷暴打了一顿。监狱长当初因为得罪了很多人，现在虎落平阳，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顿暴揍，整天鼻青脸肿的，看起来十分可怜，甚至在烧垃圾的时候都能被人堵住，一个人上来踹一脚，而狱警就仿佛没看见一样。随后反骨仔下令让所有囚犯集合在大礼堂，反骨仔让他们脱下衣服，但凡身上有大老鼠纹身的，一定就是监狱长的同伙。一番仔细检查之后，果然发现了几个深水老狼。反骨仔是靠着崔市长上位，做这些事自然是在给他当枪，而昌浩就是那个监督他的人。可昌浩洗清了嫌疑，反骨仔也不怕他了。 나한테 지금 명령하는 건가? 내 소장이야? 알아. 낙하산타고원 임시소장. 완장 치워줬으면 값을 해. 내 서포트나 잘해. 빅마우스 잡으려면. 与此同时，小美抽取了很多发狂病人的血样，发现血样里含有毒品成分，而且白血球的含量非常高，很有可能是一种新型的白血病。之前九川医院的病人们也都是这种症状。就在这时，死刑犯又一次发狂了，他吵着说要吃药，但药品是九川医院开的，吃了后能缓解痛苦，但却容易让人精神失常。小美只能给他打了一针镇定剂。更奇怪的是，发疯的病人都是模范服刑人员，就是那些比较听话、容易操控的犯人，而且医院之前给他们发了营养剂，还派他们出狱干活。听说只是去清理了一下河道，回来之后就这个样子了。昌浩和小美都觉得不对，这件事的背后一定还有更深的秘密，但他们却不打算继续追查。昌浩很担心继续下去会害了小美，现在只需要抓到大老鼠，他们就能全身而退了。监狱长被捕入狱，原本的头号小弟成了反骨仔，把监狱长的小弟们都抓了起来。反骨仔给了监狱长5秒钟时间，让他说出还有哪些同党，以及真正的大老鼠是谁，不然就先给他来一刀开胃菜。小弟不断求情，但监狱长仍旧死不松口。眼看小弟就要被吊死，监狱长虽然万分心痛，但还是眼睁睁看着。就在小弟坚持不住之时，绳子忽然掉了下来，原来是昌浩带着人马杀来了。黑老大光明顶也在这里。昌浩说反骨仔已经越线了，这种方式他不允许，反骨仔却让他滚远点。双方人马剑拔弩张，眼看就要发生械斗。反骨仔刚刚上任，不想爆发大规模事故，于是就想策反光明顶。然而他失算了。光明顶说，混江湖的最重要的就是义气，谁也不会跟背叛者同行。昌浩警告他，如果今天在这里动手，他的职位可就保不住了。反骨仔见状只能退步，放走了监狱长。但接下来迎接他的是更残酷的现实。所有囚犯看到他的到来，纷纷躁动不安的大喊，让他住进自己的牢房。昌浩被吵得烦躁，只是回头看了一眼，囚犯们就纷纷自觉地缩回了头。 상황이 많이 바뀌었어. 아무도 네 목숨 보장 못해. 빅마우스도 널 못 지켜줄 거다. 그래서 날 지켜주는 조건으로 내 주인을 배신하라고? 금방 알게 될 거야. 소장실에서 모니터로 본 거와 실제 생활의 천국과 지옥 차이라니. 생각이 바뀌면 언제든지 나한테. 监狱长一开始还挺不服气，大摇大摆地走进牢房里。不用介绍，大家都知道他是谁。紧接着大麻袋就套住了他的头，咣咣一顿暴揍。之前他作威作福惯了，所以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打成猪头。与此同时，慧珍去美国化验血样回国，小美和他打算查明市长妻子医院的真相。殊不知胖财阀正在后面跟着，小美把他安顿下就离开。之后胖财阀就找到了这里，慧珍被吓得汗毛倒竖。慧珍慌忙起身，却又摔倒。她一看到这个变态的男人，双腿就忍不住发软。最终好不容易找到一把餐刀，他大喊着让胖财阀不要靠近，但他不以为意，还说他永远属于自己。他非常爱慧珍，但这种爱是非常畸形的。慧珍只好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。
죽을 만큼? 싫어. 당신 머리부터 발끝까지 숨소리도 싫어.胖财阀闻言后万分伤心，他不相信慧珍会讨厌自己，他让慧珍捅死自己，然后一步步的靠近，一把将她拉到自己怀里。不料刀子正好刺入了慧珍的肚子，慧珍就这么死了。不久后，崔市长带着人赶到，胖财阀被带走，他则拿起慧珍手机，用他的指纹解锁，翻开了他和小美的聊天记录，得知两人正在追查医院的真相。崔市长立即给反骨仔打去电话，让他速度干掉昌浩和小美。反骨仔拿出枪交给小弟，说今晚监狱会暴动，让他趁机杀死两人，伪装成暴徒行凶。注意看，狱警正在给囚犯发盒饭，一名囚犯不满伙食，破口大骂，甚至还伸手抓住狱警衣领。紧接着，所有囚犯都躁动了起来，狱警忍无可忍，当即破开牢门，大打出手。然而他们没注意到，最后方的狱警把门禁卡交给了囚犯，狱警慌忙逃离现场。紧接着，所有牢房都被打开，囚犯们蜂拥而出，眼看形势逐步失控，监控室和保卫室相继沦陷。不久之后，狱警因为人数太少节节败退，黑老大光明顶也被人放走，但他却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。此时的昌浩正在教堂等大老鼠，这时收到短信，大老鼠说计划有变，让他到地下室见面。这时一个狱警来到设备间，他拿起斧子破坏了整个监狱的电力系统，地下室很快陷入一片黑暗。但昌浩并没有慌，他知道这肯定是大老鼠做的。不久后，一道人影缓缓走来，昌浩点燃打火机，真正的大老鼠终于浮出了水面，他竟然是当初为昌浩挡枪的老头，真相终于出现。大老鼠说，原本昌浩注定要死在崔市长手里，但有一个人坚决要救他，还把他伪装成了大老鼠，而他则将计就计，想着利用完昌浩就杀了他，但又因为论文的事情，使得整个事情发生了转折。昌浩问他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论文，大老鼠说他的女儿就是死于论文，他必须要找出真相，给女儿复仇。大老鼠说那些人就是制定规则的人，在规则之内根本无法扳倒他们，所以他需要昌浩的协助，他会把昌浩打造成跟他们一个级别的人物。与此同时，所有囚犯都被放了出来，眼下已经把监狱大楼团团包围。监狱长见状吓坏了，没想到这下把自己玩脱了。既然如此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先把昌浩和小美除掉再说。可两人的对话都被外面的狱警听到了。这时大老鼠接到电话，说昌浩的妻子现在有危险，让他立马去医务室。此时的小美还在看护死刑犯，昌浩打电话让他快点离开那里。小美慌忙拿走了所有血样，可大门已经被锁死，根本无路可逃。昌浩让他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等着自己过去援救，因为他此时已经被反骨仔的人包围了。昌浩瞬间战神附体，使出练习了2年半的阴阴拳，然后就被打了个半死。就在这时，光明顶带着一众小弟杀到，他们拦住狱警，让昌浩快走。此时监狱长的人来到了医务室，小美躲在角落瑟瑟发抖，抽了一管镇定剂，随后玻璃都打碎，一个人强行闯入，紧接着就被小美一针放倒。响动很快惊动了其他人，小美根本挡不住大门，急中生智拿起灭火器给他们喷了个灰头土脸，但对方人数众多，就在危急时刻，死刑犯库吃一下给这人干翻，但紧接着也挨了一枪，原来是反骨仔小弟。小美推车把他撞倒，枪也随之掉在了地上，死刑犯趁机发动攻击，小弟也被干掉。小美急忙给他包扎伤口，但就在这时，地上的枪被人捡起，原来是反骨仔亲自赶来了。眼看自己媳妇差点被弄死，昌浩怒火中烧，拎起黄豆大的拳头咣咣就是几拳。随后大老鼠和监狱长赶到，几枪打死了这个背叛自己的反骨仔。但与此同时，狱警们已经把这里团团包围，他们都是来杀昌浩和小美的。眼看逃生无望，大老鼠忽然心生一计，昌浩打电话给孔志勋，说自己抓到了真正的大老鼠，还要把他交给他。孔志勋闻言狂笑，放下我，不久之后，市长急匆匆赶到监狱，因为他一直没收到反骨仔消息。没想到孔志勋也紧接着赶到，大老鼠主动让昌浩给自己戴上手铐，昌浩用枪架着他走出。原来他们早就商量好了，大老鼠就是要让昌浩抓住自己，这样他才能成为有分量的人。
跟孔志勋背后的集团对抗。昌浩把人带到孔志勋面前，随后大老鼠被带走。崔市长看着这一幕气得牙痒痒。从此之后，昌浩一跃成为了韩国最厉害的律师。他不仅自证清白，还深入虎穴捉拿了真正的大老鼠。现在热搜上10条里有9条都是他的名字。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昌浩紧接着就召开发布会，还声称自己要为大老鼠辩护，找到隐藏在水面下的真相。江会长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幕，昌浩扬言要把他抓出来，气得江会长大发雷霆。 심려마십시오, 어르신. 빅마우스가 체포된 마당에 저까 이게 변호사 따위가 은병도 손을 못 썼던 빅마우스를 혈혈단신 잡아낸 놈 절대 호락호락한 놈이 아니다. 어쩌면 빅마우스 그 이상이고. 龚之勋非常没有眼力劲，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拿出经营权委托书，想让江会长签字盖章。江会长拿起文件直接撕烂，让他把这些事解决后再谈。孔之勋只能去拉拢昌浩，但昌浩却扬言他不够格，还要江会长亲自来找他。与此同时，小美跟踪一群囚犯来到大山深处，这些都是之前生病的犯人。他们走进一个秘密基地，还都穿上了防护服。紧接着，无数老鼠跑了出来，鸟群也被惊飞。紧接着，突然传来爆炸声，基地好像发生了大坍塌，越来越多的人跑了出来。小美为了寻找真相，奋不顾身地闯入其中，她救下了死刑犯，可因为管道破损，被不明液体迎面洒了一脸。不久后，江会长收到消息，他仿佛早有预料，原来就在几10年前，研究所的负责人曾经警告过他。 但江会长急功近利，不仅驳回了他的请求，因为害怕他泄密，还暗中将其杀害了。这个人当初有一个孙子，如今他就站在江会长身旁。崔市长隐姓埋名多年，就是为了报仇雪恨。난 그 시절로 다시 돌아가도 똑같은 선택을 했을 거야. 국가를 위해서라면 어떤 악역도 마다하지 않는 거야. 그게 내 정의야. 좋아. 내 정의는 뭐니? 저한테 정의는 중요하지 않습니다. 정의라는 게 승자의 전유물이니까 우선 승리자가 되겠습니다. 崔市长请求江会长同意大老鼠的保释，还说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件事。不久后，昌浩带着大老鼠出狱，大老鼠带他来到一间烤肉店，店门口就有那种纹身标志。昌浩问他，当初那个伪造自己身份的人是谁？他到底还隐藏了多少秘密？大老鼠没有回答，只是让他明天来这里，他会引荐2人见面的。昌浩闻言只好先行离开，但没想到。 看这情况，大老鼠恐怕已经被炸死了。幕后大佬刚出场，结果就被炸死了。昌浩被这一幕惊呆。此时江会长正在电视上看着这一幕。崔市长前来汇报，原来大老鼠真的是他杀的。他还想顺手解决昌浩，但江会长说此事不宜节外生枝。崔市长当面答应，结果转头就派手下去行刺。因为昌浩知道了他许多秘密，崔市长害怕他会暗中给自己一刀。司机找到一个瘫在床上的毒虫，然后丢下昌浩的照片。不久后，昌浩就遇到了危险，他根本不是这人的对手。 就在危急时刻，小弟杰瑞竟然死而复生。原来他也是大老鼠的人，一直隐藏在暗处帮助昌浩。他说大老鼠就是被毒虫杀死的。随后2人参加了大老鼠的葬礼，在场的都是在韩国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监狱长也在这里。这时现场出现一段影片，是大老鼠的遗嘱。 여러분들이 이 메시지를 본다면 지금 이 순간부터 빅마우스는 내가 아니라 박창호입니다. 昌浩闻言震惊，大老鼠说这是最后的秘密，所有人都要忠于昌浩。监狱长率先提出质疑，询问拍视频的人是谁。这时昌浩的律师朋友出现，他是组织里的2号人物，地位要比监狱长还高。他说视频是自己拍的。 인정 못하시는 분들은 자리에서 일어나세요. 没有人胆敢反对，监狱长气得攥紧了拳头，但最终只能妥协。 인정합니다. 等到所有人离开后，律师跟昌浩说明了一切，原来就是他伪装了昌浩的身份。 当初他只是想救这个朋友，昌浩本不想跟大老鼠扯上关系，但现在已经没有了退路。 내일까지 기다릴게. 확실하게 입장 정리해라. 不久之后，崔市长在洗澡时忽然被人袭击，幸好他平时练了一身腱子肉，不然今天就要栽在这里了。小弟前来跟昌浩汇报，原来是监狱长擅作主张，想要独自给大老鼠报仇。昌浩绝不允许组织里有不稳定因素，于是就派杰瑞和律师去抓人。 최도와 건드리라고 명령받은 적이 없는데 백주 대낮에 보스가 죽었어. 그것도 아주 처참하게. 누가 죽였는지도 뻔하고. 근데 아무도 나서서 응징하질 않아. 그래서 내가 했어. 병신 같은 박창호지. 律师不跟他多费口舌，拿起台球就给他脑袋开了瓢。到了深夜，监狱长被绑到了汽车报废站，小弟们在车上浇满了汽油，而后拿起火把就要给他活生生烧死。监狱长吓得嗷嗷直叫。就在这时，电话忽然响了。
原来这是昌浩演的一出戏，目的就是要吓吓这个不听话的小弟。不久后，吓破胆的监狱长就被带到他面前。 최도화가 죽었으면 너도 죽었어. 내 계획을 망쳤으니까. 내가 생각하는 복수는 너처럼 단순하지가 않아. 저놈들은 무고한 사람들의 피를 빨아먹고 사는 흡혈귀야. 흡혈귀가 제일 무서워하는 게 뭔지 알지? 태양빛 아래서 천천히 타 죽는 거. 나는 저놈들이 지은 죄를 가장 밝은 곳에서 낱낱이 까발릴 거다. 영혼까지 천천히 태워 죽이는 게 여기 내 복수 방식이야. 昌浩将监狱长扶了起来，告诉他以后不许轻举妄动，否则他再也不会留情。解决完这件事后，他也会主动退出组织。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黑老大昌浩竟然要投奔财阀江会长，为了表示诚意，还拿出组织里的重要人员名单。江会长很满意，让他给自己当间谍，还邀请他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。但崔市长一眼就看出他在撒谎。昌浩握手示好，崔市长却转身就走。随后他找监狱长吃饭，因为之前监狱长差点被昌浩烧死，两人打算一起把昌浩干掉。几天之后，江会长如期举行生日宴会，昌浩正开车前往，小美先行一步抵达会场，崔市长却提前退场，播放了监狱长的视频。原来昌浩已经被他抓走了。 배신자 새끼. 내가 배신한 게 아니라 조직이 날 배신한 거지. 이 보스 채도화가 죽였어. 정신 차려 박은감! 채도화 절대 믿을 놈 아니야. 너도 똑같이 당할 거다. 监狱长不愿听他多说，直接拿起枪。崔市长则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。昌浩竟然就这么死了！崔市长见状都快笑疯了，在去检查尸体的路上忍不住放声狂笑。现场的血迹洒了一地。监狱长说昌浩的尸体已经烧了，现在估计已经是一堆粉末了。崔市长非常满意，殊不知这一幕全被录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江会长把这一切尽收眼底，而在他旁边的人正是昌浩。原来监狱长并没有背叛。 这是两人联手演的一出戏，就是为了让江会长看清崔道和的真面目。等到昌浩离开，江会长吩咐手下把崔道和叫来，他要在庄园里亲自处死他。他说着他小时候的事，却根本没注意到推轮椅的人已经换了。江会长仍旧自说自话，却突然感觉心口一阵剧痛。너무늦었습니다。崔道和走到他面前，原来他早在江会长的药里下了毒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显露出了真面目，说出了过往的一切。当年崔道和的爷爷被江会长背叛。 如今他也要用同样的方式杀死江会长。 당신도 느끼세요? 믿었던 사람한테 배신당하고 모든 걸 빼앗긴 기분이 어떤 건지 처절하게 주세요. 江会长根本没力气说出最后的话，就赫然死去了。之后，崔道和跟律师打开保险柜，从里头拿出了江会长的遗嘱，把所有遗产都篡改到了自己名下。隔天，昌浩一行人正在庆功。 忽然就看到了江会长去世的新闻，这种结果他们是万万没有预料到的。葬礼现场，崔道和眼含热泪，看起来是无比伤心。不久后，昌浩也带着一众小弟赶到，崔道和跟孔之勋见到他，都是无比震惊，他们都以为昌浩已经死了。他走到崔道和面前， 네가 죽인 거 알아. 조금만 기다려. 네 추악한 본 모습, 사악한 영혼까지 싹 다 털어버릴 테니까. 隔天，律师公布遗嘱。孔之勋知道自己的份额最大，因为江会长生前已经跟他说了遗嘱内容，但却万万没想到，律师说江会长在1周前修改了遗嘱，把所有产业都交到了崔道和夫妻手里。孔之勋等人不敢相信，连忙抢过遗嘱查看，结果发现这是真的。崔道和强忍着笑意想要离开，孔之勋连忙拉住他。这份遗嘱显然被他动了手脚，但孔之勋等人没有任何办法。 两人在回家的路上，崔道和甚至还在妻子面前演戏。 당신은 이해가 갔는데 나한테 주신 게 낫아요. 기분이 썩 좋아 보이지 않네. 집에 실감이 안 나. 쟤들이 나를 의심하는 것도 자기도 한대요. 그런 건 이해도 되고. 다른 사람 시선 신경 쓰지 마. 우리는 떳떳하면 돼. 风光无限的财阀。 竟然要给自己曾经的仇人下跪，他求昌浩一定要救救自己。昌浩告诉了他真相，崔道和其实是江会长仇人的孙子，他杀害了江会长后更改了遗嘱。崔道和得知真相后破口大骂，昌浩让他帮自己竞选市长，这样他才能帮他对付崔道和。但崔道和也竞选了市长，两个人针锋相对。为了扳倒崔道和，小美带着光明顶等人去了养鱼场，因为这里的水都是核废水。小美拿出一瓶水给他喝，还说这是纯净水。负责人不疑有他，当即就喝了一口，但小美紧接着告诉他。 这其实是这里的水，
负责人闻言吓坏了，连忙让他们叫急救，但小美当着他的面又喝了一口，还说刚才是骗他的，如果他不说实话，下次喝的可就是核废水了。负责人只好说出了所有事情，这个养鱼场就是为了排放核废水而建的。小美录下所有证词，随后来到竞选现场，想要以此扳倒崔道和。小美说自己也遭受到了辐射，已经命不久矣了。昌浩闻言震惊，崔道和却得意的笑了。随后举报视频当众放出，崔道和身为化工厂最大的股东，眼下已经是千夫所指。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崔道和还是以微弱优势胜出了。因为市民们都觉得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实现城市的快速发展，但崔道和的妻子已经看清了他的真面目，不愿再跟他同流合污。他说会把崔道和的手机交给昌浩，以此来公开审判他。但是开庭当天，他这个关键证人却迟迟不到。原来崔道和早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，还把妻子关进了精神病院。通过吐真剂得知了他们的阴谋，崔道和最终被无罪释放。在离开的时候，他还告诉小美，等他到了下面一定能跟自己妻子团聚的。小美怒火攻心，突然晕倒，昌浩连忙把她送到医院，但小美本就得了绝症，这次终于挺不住了，没多久就闭上了眼睛。昌浩悲痛欲绝，他知道自己永远无法在规则内打败崔道和，因为他就是那个制造规则的人。小美去世后，昌浩孤身找到崔道和，昌浩问他，你为了复仇害死了那么多人，难道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崔道和不以为意，还说自己成了最终的胜利者，自己就是正义。话音未落，崔道和突然口吐鲜血。 네가 버린 방사능 오염수 때문에 사람들이 참 많이 죽었어. 너도 똑같이 당해봐야지. 原来这一池子的水都是核废水，小美之前只是淋到一点就死了。崔道和游了一大圈，估计是要当场暴毙。故事的最后，徐教授的论文被公之于众，院长也从精神病院被救走，3个财阀重新回归监狱，监狱长也回归本职，孔之勋成了最后的赢家，而昌浩则彻底黑化。 成了真正的大老鼠。 나는 너가 좋은 빅마우스가 됐으면 좋겠어. 좋은 빅마우스? 힘없는 사람들 괴롭혀서 자기들만 잘 사는 사람들, 그런 나쁜 놈들 혼내주는 착하고 정의로운 빅마우스.